欢迎收看第1072期北京不静音。今天是大年初二，我们来做辱华的华这个系列节目的第2季。我们知道最近呢，在二次元世界发生了一些所谓的日本动漫辱华事件。那么有一些中国人啊，也是日漫的爱好者，他们就通过 cosplay 的方式啊，把这个侮辱呢又送回给日本了。先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啊，那么这个 coser 呢是在之前成都的一个漫展上啊 cos 死亡笔记里面的角色啊，叶神月穿着西服的那个，他在这个死亡笔记上写下的名字的人就会死，那他会写下谁的名字呢？高市早苗。牛逼！现场的中国人都在叫好。叫好。那么这个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恨高市早苗呢？因为这位日本的新首相他还没有做实际上去伤害中国人的事情，对吧？那很多中国人的情感投射啊，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说当年日本有侵华的这个罪行，所以现在的日本人啊同样的可恨。但实际那场战争不是高市早苗发动的啊，现今的日本人也没有来杀害过中国人啊，但是中国人把这一切都混为一谈，其实这个是他们思想中的一种连坐思维啊，在作祟，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连坐这个词呢，在中国啊源远流长啊，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还有一个事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些日本动漫啊，为什么叫所谓的辱华呢？我们看看中国官方是怎么理解的。禁止 cos 名侦探柯南角色。日前，日本动画《名侦探柯南》因与曾深陷辱华争议的漫画作品《我的英雄学院》联动，引发舆论热议。1月31号晚，《名侦探柯南》中国大陆地区版权总代理发布声明，称联动本意仅为作品间的友好交流，并无任何立场上的含义。据悉，目前全国多地已有多场漫展主办方发布声明，禁止 cos 名侦探柯南角色入场或售卖周边物料。抖音。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看它这个里面的逻辑这个名侦探柯南是吧？这个是跟它联动的，叫我的英雄学院啊，给大家看大一点的图吧啊。今年的2026年呢是名侦探柯南啊，这个动漫的30周年纪念啊。旁边这个我的英雄学院呢是10周年纪念啊，所以他们搞了一个联动。柯南这部作品本身里面没有任何辱华的元素啊，但是呢也被扣上辱华的帽子，就是因为和这个我的英雄学院联动。那我们今天不在这儿展开啊，就说我的英雄学院到底涉及不涉及辱华，因为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先假设啊，我们先为了方便啊，不代表本人立场，我们先假设我的英雄学院确实辱华了，假设啊这部作品确实辱华了。但是这个逻辑成立吗？因为它辱华里面某一个元素辱华了，所以名侦探柯南跟他搞了一个联动活动，所以柯南也就辱华了。这也是一个连坐的思维啊。那当然了，还不止这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最近大家看啊，人民日报发的关于这个宝可梦也辱华了。我们知道宝可梦是一个知名的一个这个动漫游戏的这么一个 IP 啊，就是一些在抓这些小妖怪啊、小精灵啊，然后互相之间去 PK 啊，什么类似这样的啊，包括什么皮卡丘啊，这些都是经典的角色啊。好，我们看他在里面说了一些话啊，一会儿我们会提炼出来。这个宝可梦那找不到了啊。他怎么辱华呢？你看啊，他里面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啊，我们看蓝色的这部分，说主办方。就是这个宝可梦啊，这并非宝可梦官方啊，说这个主办方并非宝可梦官方，但活动信息发布在其官网上，所以宝可梦呢显然难辞其咎。这是一个什么活动呢？就是他们把一个跟这个宝可梦有关的抓这些小精灵啊这些活动放在了这个靖国神社里面的给幼儿去玩的这么一个场所。因为靖国神社里面有一部分是给这个幼儿
活动玩的这么一个区域，就把这个场地设在那里了。就因为靖国神社这4个字，所以呢，虽然这活动不是宝可梦官方组织的，那人家既然跟它联动，人家肯定是在官网上发布一条相关的信息嘛，所以宝可梦就也辱华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就是你看啊，它人民日报都承认说，并非行为主体宝可梦，但是呢，用这个关联性当依据，就推出来说你有责任，这就是连坐思维的核心机制啊。而且还不仅如此，紧接着人民日报就把这个责任还外溢，就把整个，因为本来这只是一个娱乐产品，就强行的把它变成了历史课本就说那我们要保护青少年所以你对这个青少年的教育有义务你等等等等，这就实际上在扩张一个政治审查的范围。文章的最后刚才再上升到一个历史大义说你们伤害中国人感情，其实呢就是拿中国的市场当一个杠杆去施压进行政治施压、道德威胁，而且最后一句话他们还给大家看，还诅咒人家没有未来你看童年滤镜碎了可补历史底线破了，再无未来可言哎呀，我们来讲讲什么是连坐吧我为什么说源远流长呢？你看，早在夏商时期就有一个词儿叫奴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人犯了罪了要连你的子孙一起杀掉，连带着这个就叫奴禄。夏商时期就有。那到了战国时期秦朝我们知道商鞅变法，其中这个变法里面有一条法这是臭名昭著的，就是叫15连坐法。这个连坐这个词儿就来了。什么叫15连坐法呢？就是原本呢人家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生活在一起嘛不行强行的把这个打破掉，我来帮你去分，5个人是这个叫1/5嘛10个人就是1/105个人里边选出一个5长，10个人里边选出一个10长这就是15连坐法。那你这种强行分配在一起不一定是一家人一家人一定要拆开的这个兄弟姐妹父亲和儿子一定要拆开的不同的家庭给你打散，然后强制的有了新的单位之后呢，你互相之间要监督就是监视对方有什么这个奇怪的地方，你都要去纠举揭发对方。那如果你这一个单位里5个人也好10个人也好有一个人出了问题了，其他人一起受罚一起连坐，他就当你是没有报告这个奸人未告奸者同罪。那有的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有这个谋反的行为，或者他有一些犯罪的行为，不管你不知道是你的问题，但是他犯了错，你跟他是划分在一起的，你就要连坐。那一直到唐代的时候，唐律里面还是有谋反者亲属要流放，都还是在连坐。那即便到了明代你看这个奸党之法，明代刚建立的时候，朱元璋实际上就是扩大了这个职务方面的连坐再往后还有我们所熟悉的诛九族是吧？诛九族呢，最早是诛3族，哪3族就是父族、母族、妻族，就是你父亲那一边的亲戚你母亲这一边的，还有你这个娶的妻子他们那一边的，这是诛3族。那后来呢，就是把一些更远的一些远房亲戚全算在一起最后变成了诛9族。那最夸张的就是诛10族这是著名的这个方孝孺案方孝孺就是当时明朝的一位大儒那么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死后，他的那个儿子朱棣造反篡夺了这个皇位。那么朱棣之后就要让这个方孝孺去为他写这个登基的这个文案然后方孝孺拒绝。那朱棣就说那好，我就诛你9族。方孝孺说9族算什么？你诛我10族。哪来的10族呢？就是把他这些学生门徒全算上。
就算作第10组啊，这也是史无前例了啊，诛10组。我们再往后看呢，这个军队里也是这样啊，你像戚继光，他是以这个甲作为一个单位，就是9个人算1甲，也是，就是你犯了错误，整个单位性质的处决，一个人犯错，9个人一块斩，就是为了让你互相的去监督，互相的去约束。好，到民国的时候好了吗？也没有。1926年1月6日，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啊，那个时候也公布连坐法啊，我们就是打仗，班长为排长负责啊，什么连长为营长负责，反正就一套的连坐。好，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新中国，其实还是有连坐，法律上不能够再去颁布连坐之法了啊，法律上还要说我们不再连坐了，没有这个想法了，但实际的做法上，你看针对那些维权人士啊，一些异议者啊，针对他们的家属的措施也是连坐，施压、限制出境啊，剥夺他们的福利啊，养老金啦，这个是什么的，然后干预他们子女的这些入学和就业啊，也会给这些用人单位去施压，这都是连坐。我们看看古文吧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连坐是中国法家的思想啊，但其实呢，并不是法家发明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夏商时候还没有法家，是吧？那当然了，连坐确实是法家思想里的一个很核心的元素啊。你看看这个韩非子啊，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治分》这一篇里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是故啊，夫之国，善以指尖为物啊。”这我不给大家全念了。其实他在里面就是说，大家看到有很多这个窥字啊，就是偷窥啊，监视窥。那古时候没有这个摄像头啊，没有这些监控，就只能靠人眼去窥。所以呢，他就里面说了啊，这个为什么要窥啊？我们看这句话很重要啊。他说这个告过者免罪受赏，哎，就是你打小报告的啊，你去这个状告别人的，你就可以把你的罪责免掉，你还会有赏啊。后面呢叫施奸者必诛连刑，你没报告的啊，你这个没有监视好的，你也一块儿株连你受刑罚。他们觉得法家觉得，哎，这个样子就可以止奸了啊，因为大家都很恐惧啊，所以呢，就这个社会就能好了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法家的这一套想法是有问题的，我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啊。其实刚才这一大段话里面呢，他就点出了连坐的本质，什么呢？就是靠恐惧来维稳啊。因为古代中国没有这些监控啊、指纹啊、通讯记录去查呀，网上的这个上网的这些记录啊，那现在中国都有了，是吧？啊，那时候没有呢，他就靠这个，只能靠人心的恐惧啊去控制维稳。思想上是认为呢，你每个人不是独立的个体啊，而是某一个族啊，一个家族或者一个什么族，就是一个集体啊，你是这个集体的一部分。所以呢，你一个人的犯的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是你整个这一族的错，这是古代的思想啊。那当然了，本质上呢，这样的做法是一种非常省钱省力啊、粗暴但也有效的工具，在古代的时候。我们来聊聊连坐的危害啊。它透过恐惧呢，防止犯罪呢，其实就把这个社会啊，从一种信任结构，就转成了一种猜疑结构。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啊，只有恐惧。那这个社会是高度脆弱的。那责任呢，就不再只属于这个行为者了，也属于关联者。啊，你被关联到了，你跟他认识啊，你跟他只是这个血亲，你就有责任。那这种责任被稀释啊，和现代法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我们叫罪责自负，就是你的罪就你自己负啊，你不能说我的子孙继续替我去偿还这个罪责，对吧？就跟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当年的侵华的罪就由当时发动战争和实施的这些人由他们负责。
不关联那些没有参与战争的日本人，对吧？更不可能关联到他们的子孙后代，现代的日本人都没有关系，罪责自负。中国这连坐思想就觉得都有关联。那么当举报成为利益来源的时候，刚才韩非子那篇对吧？你举报我还赏你，是不是？这就是利益啊。那人们就可能会夸大罪行，捏造这个证据，主动制造会导致制动性滥告道德崩溃这些事情，对吧？这些都是连坐的危害。还有呢，就是恐惧只能压制行为，但你不能塑造这种心中的道德。就是你用恐惧，用法家这一套连坐的思维去维稳这个社会，表面上看有秩序很有秩序，但是人们的内心是很怨恨，长期的积压，就是你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减弱这个反弹会非常的猛烈。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高压体制会不稳定。那这种高度控制型的社会呢，牺牲的是个人的权利和整个社会的信任。长此以往呢，会改变人们的一个心理结构，就人们就不信任他人提前就要赶紧看这个势头不对，赶紧切割关系。那人与人是要避免这种真诚的交流的，以自保为第一原则，冷漠自私。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社会，刚才我念的这些情况都存在。这种人们的心理结构的发生，就是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长期的各种这种社会运动三反五反引蛇出洞然后接着这个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就造成了人们的整个心理结构的变化。那我们看看当然了，在整个中国这历史中也不是说一直都是支持连坐这种思想的，也有很多人是反对连坐这样的做法的很早，比如西周文王就说过这个话：罪人不奴夏商的时候刚才讲了奴禄是吧？诸及子孙的那个叫奴禄。文王说的是什么？罪人不奴，就不要牵连到别人子孙，对吧？论语里也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只在其中也。这什么意思？就是说父子之间有一些包庇有一些去掩护这个是一种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那在整个古代中国，什么时候才把这个连坐彻底在这个法律上废止了呢？一直到1905年之后清廷清朝推行这个法制改革，在新刑律草案中还是草案正式取消了这个族诛、株连这些词儿。当然这个时候距离大清没有了，也不剩几年了7年。当然了，还是一种进步。但是连坐呢，其实不只是在中国才有全世界各个文明里都有古代的时候跟这种用这个血缘的方式去连坐包括后来1战、2战，尤其是2战，这个德国纳粹那是非常严重的。那个连坐就是整个涉及到你的一个民族是吧？犹太人我全都要给你灭了。所以在之后呢，你看日内瓦第4公约也都在明文禁止这个叫集体惩罚吧不允许。所以也不只是中国那我们再看看整个人类对于连坐的一个反思。首先，人是有尊严的个体这就从这个集体叙事里把人解放出来，人是有尊严的个体，一切都是个体。那么对于法，人类社会还是需要法的那么对于法的追求呢，就从过去的这种威吓转变成了对公正的追求。法不是为了吓唬人的，法不是为了让人恐惧所以不敢违法的，法的存在是为了要对于那个公正的追求所以现行的现代文明里面的法治原则，比如说无罪推定这个罪行法定必须由法来定以及最重要刚才我们讲过的罪责自负
人是有尊严的个体，所以你要对你的行为自己负责，而不是由你的妻子、丈夫、父亲、母亲、儿子、孙子什么的由他们负责，跟他们没关系。你的罪就是你的罪。那么还有呢，就是现在的国家呀，它有能力对真正的责任人精准打击了有这些监控啊，有这些刑侦的手段呀、指纹呀、一些证据链条啊，对吧？他就不用说像过去似的去伤害一片人就是说我这个冤枉你们就冤枉了，但是呢，我就把你们成片的打击，这是过去的这个手段呀所做不到，所以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呢，你社会是要发展的，需要的是人们之间的高度信任，才有协作，才有创新。那么连坐是会阻碍现代文明发展的这都是人类对于连坐的一个反思那就有意思了，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21世纪了我们人类对连坐的反思已经这么深刻了。那为什么中国现在还在实行连坐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中国现在这个连坐呢有2部分一个是对内也还是在连坐，它对外也还是在连坐比如说对这些日本动漫什么的我们一点点说，先说对内。中国现在对内还在有这种连坐的做法呢，是因为成本最低效果最快，恐吓半径大，这样可以逼出人们的中国人的一种自我约束。我们经常讲中国人自我审查，因为害怕被连坐所以我只能去自我审查、自我约束而且在中国整个这个意识形态呢，还是一种集体优先的。为了集体，你个人可以被牺牲，所以这也是在催生连坐因为你不强调个人的利益，你就会被连坐中国还是太强调集体的利益。很多人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强国，你有这么多的监控你有这么多的科技手段，你为什么你明明可以精准的打击这个犯罪，你为什么还要实行这种连坐？但是强国呀，不等于他有这个意愿，我要把这个法治做得很精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强是一种表面上的强，它很多地方它不愿意做那么精细，对吧？你要想法治精细，就需要做到透明的程序、独立的司法然后严格的这个证据标准，以及允许媒体监督等等，这些都要做到。但是这些东西做到了，对于政权本身而言，也是一种自我约束，所以他不愿意。那在这个维稳的语境下呢，连坐也很好用，对吧？一说就是境外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安全。你看这2句话呀，就体现出了中国人这个脑子里这个连坐的思维并没有去除，对吧？首先，什么叫境外势力利用？就是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关联性的进行这个责任推定，然后说危害国家安全，这又是完全不顾你个人的利益是不是牺牲了，又开始讲这个集体叙事了。所以这个话它特别好用，对于维稳来说。好，接着说中国对外为什么还在连坐首先他喜欢用这种杀一儆百的方式，就表现自己的强硬立场。但我们知道，其实真正上文化自信你真的中国讲的什么4个自信、5个自信制度自信，你真正一个自信的国家，你不需要用这种连坐式的去牵连别人比如说，如果你认为《我的英雄学院》这部动漫有辱华的元素，那你就针对它，是吧？那如果他改了，你也要有一个很宽容的一个心态接受，对吧？你意识到一个错误，改了就好了，没有问题了，就过了。结果呢，这个事情都没搞清楚，那人家跟他搞联动的柯南也被牵连进去，他就是想搞这种杀一儆百那么其实掩盖的是他一种实际上的自卑那么各层的执行人员呢无论是官员呀，还是哪怕一个动漫展的组织人员也都在做自我审查。其实他们也处于一个连坐的环境里
所以他就是宁可要管得凶一些、狠一些，表现自己的这个立场坚定。还有呢，就是这个符号啊，特别深入人心，就是在中国人的心里啊，就是连坐画成的符号啊，因为可以快速的贴标签，因为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这种连坐思维，很方便。我给你贴了标签，你跟他有关联啊 ，A 和 B 有关联，是不是 ？B 和 C 有关联 ，C 和 D 有关联，行了，你们全都有罪，他特别快速就能去定这个事情。一看啊，靖国神社好有罪啊，旭日旗啊有罪。在中国语境里，这就一个自带一个原罪光环啊，所以这一切呢都是连坐的这个思想的遗毒，所以这个遗毒呢并没有被清除出去啊，本来应该通过这个政府的持续不断的努力去宣传啊，带领这个中国人进入这个文明的语境里，进入一个现代国家该有的面貌，是吧？通过教育，但是他没有做啊，几十年荼毒下来更严重了。因为这提供了一种合法叙事，然后而且呢，现实中又有诸多的好处做这个连坐，所以这就提供了持续使用的动力吧。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想借着这个日本动漫啊，最近这些事情，想跟大家分析的中国的这个整个传统文化里啊，这个连坐是怎么回事啊，以及呢，虽然我们法律上已经在禁止连坐，但实际的做法上还在用。那么在人们的脑子里也都还在啊，这个是我觉得连坐啊，这个思维是肯定是不属于我们所讲的这个华这个字啊，好的里面的部分啊，它其实是属于中华这个文化里的一个糟粕的部分。当然了，就刚才说了啊，不只是中华，那全世界的文明里都有连坐这些糟粕的部分。当然，人家已经通过启蒙运动啊，通过很多的一些运动啊，慢慢都把这些东西都在剔除掉啊，我认为可能中国在这方面呢还是落后一些啊，这个是以后一定要去努力去做到的。好，那我们这集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收看、订阅、分享。